大家好，我是 Masa。这一次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很好吃的日本料理。它叫広島焼き，然后中文是广岛烧。那这个广岛烧跟大阪烧哪里不一样啊？我先跟大家解释一下啊，它的日文。这个大阪烧日文叫お好み焼き，所以跟中文是完全不一样，因为它是在大阪那边发明的，所以中文变成大阪烧的。然后这个广岛烧是跟日文一样，就是広島它是在日本的南部那边发明的。那我是神奈川的人，就是关东的人。小时候都不知道他们两个哪里不一样，因为他们都是长得很接近，就是圆形，然后扁扁的，上面涂猪排酱。虽然外观是很接近，其实做法是很不一样。那之前我有介绍过大阪烧的做法，那这一次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广岛烧的做法。等一下你可以比比看，你喜欢大阪烧还是广岛烧？好咯，那我们就开始做。好了，食材都准备好了，现在就要开始加热。那像这种广岛烧的做法是有一点特别，需要一个很大的铁板，然后把这个广岛烧移动几次才可以做出来的。那家庭不太会有那种很大的铁板，所以我还是用这种平底锅来做这个広島焼き。我有收到很多留言，大家想要知道这个平底锅怎么保养等等。那我通常会用像这种不粘锅，那它的保养其实没有什么特别，把它保养之类的，只要好好照顾它就可以用很久。比方说你要炒东西，当然不要用铁的东西道具刮到表面，还有炒什么食材也是要注意看一下。如果你要炒有带壳的，像蛤蜊那些的话最好不要用这种不粘锅。或者是如果要用的话，不要一直搅拌，不要让它刮到表面。还有带骨头的肉类也是一样。那清洁也是要注意一下，不要用像菜瓜布绿色的那个部位，你可以用比较软的，或者是用布也可以，用热水擦一擦就可以了。如果这个锅子是很热很烫的话，最好不要让它突然碰到冷水，你可以倒入热水。或者是冲洗时候，先从后面这边
先冲水，然后让这个锅子慢慢降温，然后再翻面，然后再冲洗也是可以哦。还有洗锅子的时候容易会漏掉洗的地方就是这边侧面，因为东西要倒入盘子上面时候，它容易流到这边，或者是不小心碰到食物，然后你洗时候一直看这边，发现这边还是没有洗得干净，所以大家要记得侧面也要好好洗得干净。那如果想要知道我是用哪一种的锅子，你可以看影片文章那边有写详细的。好喽，那我们就现在开始加热。OK， 这样子就有非常好吃的広島焼き完成啦。OK， 现在就可以开始吃啦，很开心。像这种铁板烧料理在家吃是真的很开心哦，就不用去餐厅，自己可以做出来。先拿出来给大家看这个断面，哇，非常的漂亮。所以这个广岛烧跟大阪烧最大的差别就是中间的状态。像大阪烧是整个都混在一起嘛，广岛烧的话就是有一层一层分开的。OK， 好喽，ではいただきます。这个怎么吃？
我先拿好，这样子拿才对啦。很喜欢这个高丽菜的这个脆脆的口感，它已经熟了，但是因为切丝，然后没有跟面糊混在一起，所以吃起来还是可以享受这个高丽菜的新鲜的香气味，还有加上这个先炒过的面一起，就非常有满足感。还有吃到这个五花肉片，真的很好吃，煎到酥脆。然后表面有这个盐巴跟黑胡椒，所以就吃到这个肉块真的非常好吃。虽然五花肉油分很多，但是我真的建议用这一种肉。吃这些料理时候常会用这个猪排酱。那如果你是不太习惯吃这个猪排酱的口味，或者是已经吃了很多，然后上加一些味変，就是味道的变化的话，你可以试试看这一种酱吃，这个很简单，在家里有的调味料混在一起就可以了。这边是我有加入酱油、白醋，还有辣油。像这种酱汁是我们吃餃子饺子时候常会出现。那其实吃这一种大阪烧或者是像广岛烧一起也是很好吃的。我来试试看。ではもう一回いただきます。这个也很好吃的。像这种猪排酱美乃滋的组合是其实蛮容易吃腻，所以如果吃到中间，然后想要加一些变化的话，其实用这个真的可以变化很多。好，这次介绍的料理算是还蛮简单的，就是中间还要移动，这个流程好好控制的话。其实很容易可以做出来，所以下次大家有时间的话看看你要做大阪烧还是这个広島焼き，都是很简单的。好，那大家都要试试看咯，谢谢。